你屋企個櫥櫃入面可能擺住一個計時炸彈，你以為係罐頭，其實係成罐化學湯水，你以為方便，其實係將營養混晒做糖飲同防腐劑。罐頭保質期長，打開就食，的確係懶人救星。但你有冇諗過，當你打開個金屬蓋，裡面嘅食物早就唔係當初放入去嘅樣，維他命喺漫長等待入面分解消失，原本屬於食物嘅礦物質湧晒落啲湯水度。更得人驚嘅係罐頭本身嘅化學物質可能已經慢慢滲入食物裡面。今日我同大家講下，你應該盡量遠離嘅10種罐頭食品，為咗健康可以唔食就唔好食。首先講下罐頭行業一個鮮為人知嘅真相，罐頭發明咗200幾年，最初係為咗解決競爭時期軍糧儲存問題。當時技術落後，罐頭內壁用鉛焊接曾經毒死過唔少士兵。今時今日技術雖然進步，但罐頭內壁仍然要塗一層塑膠塗層，那層塗層通常含有雙酚 A 及其 BPA。雙酚 A 是一種環境荷爾蒙，會干擾人體內分泌，長期攝入會增加乳癌、前列腺癌、糖尿病、肥胖同埋兒童早熟風險。有研究檢測市面上罐頭食品，發現超過70%樣品都驗出雙酚 A， 而雙酚 A 嘅析出量同罐頭食物的酸度、溫度、儲存時間有直接關係。這句話越酸嘅食物擺得越耐，溫度越高，融入食物的雙酚 A 就越多。所以你食罐頭唔單止食緊裡面嘅嘢，仲食緊個罐。第一個要遠離嘅係罐頭生果。你可能會諗，食生果對身體好，點解罐頭生果唔健康？但事實是，新鮮生果確實有益，尤其是整個連皮水，但一旦裝入罐頭就完全變樣。首先維他命 C 差唔多冇晒。維他命 C 係水溶性同熱敏感性，罐頭加工過程要經過高溫殺菌，維他命 C 會大量分解。一粒新鮮橙有50毫克維他命 C， 但一罐罐頭橙可能只剩下幾毫克。其次，礦物質會由果肉轉移到周圍嘅糖水度，因為滲透作用，果肉裡面嘅鉀味會慢慢走出嚟融入液體，除非你連埋罐入面嘅糖水一齊飲，否則營養已經走咗一大半。但就算你飲埋啲糖水，都只係飲緊一大碗糖。無論佢寫重糖漿、輕糖漿，定係號稱天然果汁，本質都係糖分。半杯糖漿罐頭，生果可能已經含亞級30克糖。你諗下，食生果本來想健康，結果食咗一碗糖水落肚。新鮮生果裡面有豐富抗氧化劑同膳食纖維，纖維可以減慢糖分吸收，呢個先係真正健康嘅食法。所以罐頭生果可以唔食就唔好食。如果真係想食，揀水裝嘅，同埋一定要用水沖洗先食，但最好都係買新鮮生果。第一個係罐頭番茄醬。你可能會覺得買罐現成番茄醬好方便，煮一粉一撈就食得。但如果你睇清楚配料表，會發現裡面加咗大量糖分、植物油同添加劑。半杯番茄醬可能已經有10幾克糖，仲有更大問題係酸度。番茄本身係酸性 ，pH 值大約4點幾，廠家仲會加檸檬酸同鹽去調味防腐。呢啲酸性物質會不斷侵蝕罐頭內壁，令化學物質析出風險大增。長期時有機會干擾身體荷爾蒙平衡。有研究發現，番茄醬罐頭嘅雙酚 A 含量比其他罐頭更高，因為番茄酸度高會加速塗層分解。如果你想食番茄醬，建議買玻璃樽裝，雖然貴少，但起碼冇金屬塗層溶解風險。最健康做法係自己買新鮮番茄打碎煮，想食就整，既新鮮又安全。如果真係要買罐裝倒出嚟之後，千祈唔好連罐儲存，因為打開之後接觸空氣酸性液體同金屬反應更快，應該即刻都要玻璃或者陶瓷容器先至存放。第三個係罐頭豆類。尤其係啲已經調好味嘅茄汁豆、蜜糖豆、半杯調味豆，糖分可能高達10幾20克，仲甜過可樂。除咗糖，仲有廉價植物油、人工香精同化學添加劑。調味豆通常都係酸性加上鹽分，又係罐頭內壁化學物質吸收嘅完美環境。豆類本身有豐富蛋白質同礦物質，但浸喺罐頭湯汁裡面，營養會大量流失。你食嘅可能只係糖水加豆渣，豆類裡面嘅鉀會溶入液體。如果你唔飲汁，就食唔到鉀。但如果飲汁又飲埋大量糖同鈉，呢個係兩難。另外，罐頭豆類通常加咗防腐劑同增稠劑，令口感變濃。有啲牌子仲會加色素，等啲豆睇落更靚。如果你真係想方便，建議買冇調味、只加水同鹽嘅普通黑豆或者鷹嘴豆。開罐之後一定要倒晒啲水，用清水沖洗2-3次先食。當然最好係買乾豆自己浸自己煲，其實花唔到幾多時間。乾豆價錢平過罐頭，營養保留更好。仲可以控制鹽分。第四個係罐頭湯，呢個感覺係化學添加劑。重災區，你以為飲緊雞湯或者蘑菇湯，其實係飲緊糖、種子油、增稠劑、味精同各種香料嘅混合物。廠商好聰明，知道消費者怕見到味精2個字，所以改用其他名，例如水解植物蛋白酵母、提取母，聽落好高級，其實作用一樣，都係令你覺得鮮味。仲有最大問題係鈉含量，一罐細罐頭湯嘅鈉可能已經達到全日建議攝取量。
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钠摄取量超过2000毫克，即是大约克盐。但一罐罐头汤随随便便就有1500到2000毫克钠，你饮一罐汤已经食晒全日盐分。钠本身爱坏也，身体需要钠，但需要同钾镁平衡。罐头汤只有大量钠，某钾某镁，那种失衡会加重肾脏负担，长期会推高血压同心血管问题。有研究指高钠低钾饮食系导致高血压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如果你真係要飲罐頭湯，記得加大量新鮮蔬菜一齊食，或者配牛油果、南瓜子補充鉀同鎂，幫身體平衡飯，但最好都係自己煲湯，新鮮材料煲出嚟，營養同味道都差天共地。第5種係咬勁吞拿魚罐頭，吞拿魚本身係好好嘅蛋白質來源，但如果你買嘅係真係大豆油或者菜籽油裏面嘅混色，就問題大。呢啲廉價植物油本身容易引起身體發炎，因為佢哋含大量 Omega-6 脂肪酸，而 Omega-6 同 Omega-3 比例失衡會促進慢性發炎，慢性發炎係萬病之源，同心臟病、糖尿病、關節炎甚至癌症都有關係。仲有一個諷刺地方，就係好多人諗住減少熱量，會將罐頭裏面嘅油倒走。但你知唔知吞拿魚最寶貴嘅 Omega-3 脂肪酸係脂溶性，會溶入油裏面，你倒走啲油，等於將最精華營養都倒走埋。另外，吞拿魚係大型魚，本身已經有水銀含量風險，大型魚處於食物鏈頂端，體內會累積大量重金屬，所以買吞拿魚罐頭，第一，揀水淨或者優質橄欖油淨；第二，揀標明低汞嘅牌子；第三，可以改食沙甸魚或者青魚。那類細魚重金屬積累少好多，沙甸魚仲可以連固食補充鈣質。如果買油淨最好連油食，但前提係油要亮，橄欖油淨嘅先值得。第6種係罐頭粉麵，例如罐頭撈麵、罐頭瀨粉之類。呢類食物除咗填飽個肚，幾乎冇營養價值。麵條係精緻版，麵粉等於升糖裏面嘅肉醬同調味油，通常係質量最差嘅油，為咗喺罐頭入面擺幾個月甚至幾年都保持形狀。廠家要加入大量澱粉、穩定劑同防腐劑，那個是一罐高糖高鈉的超加工食品。超加工食品是指經過多重工業加工，含大量添加劑，同原本食材完全唔同。有研究指，經常食超加工食品會增加肥胖、心臟病同死亡風險。罐頭麵就會典型例子，你以為食咗一碗麵，其實食咗一堆花火嘢。與其食罐頭麵，不如花10分鐘煮個新鮮通心粉，撈少少橄欖油同芝士，健康得多。如果趕時間，煮個即食麵都可能比罐頭麵好，因為起碼你知道自己加咗咩。但差種係各類罐頭油類，例如午餐肉、肉醬，你以為食緊肉，其實裏面可能係機械分離出嚟嘅油內，加咗大量大豆蛋白同澱粉，最後再落大量鹽味精同防腐劑。那種罐頭蛋白質質量低，鈉含量極高，而且同樣有罐頭內壁化學物質析出問題。午餐肉係醃製肉類，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加工肉類列為1級致癌物。即係有充分證據證明會增加大腸癌風險，因為加工肉類含有亞硝酸鹽，喺體內會轉化成亞硝胺，還強致癌物。午餐肉裏面嘅亞硝酸鹽用作防腐同發色，等幼胎落粉紅色，你食午餐肉等於食致癌物。如果你真係中意食肉醬，不如自己買新鮮牛肉，加洋蔥同香料，燉一大煲，分裝放冰格，食之前加熱，味道絕對好過罐頭。仲清楚自己食咗乜老頭。第8種係罐頭蔬菜，好多人貪方便，或者覺得食蔬菜總好過唔食，會買罐頭青豆、粟米、紅蘿蔔。但你有冇發現罐頭蔬菜口感怪怪，疼得嚟又有種詭異實境？因為高溫殺菌過程會令蔬菜爛，廠家為咗保持形狀，會加入氯化鈣等固化劑。經過高溫蒸煮同長期浸泡，蔬菜裡面嘅水溶性維他命已經破壞晒，水落頭嘅基本上得番纖維同添加劑，營養價值大打折扣。蔬菜裡面嘅維他命 B 群同維他命 C 喺高溫加工後幾乎流失晒。罐頭蔬菜可能只係得番口感同顏色。有研究比較新鮮急凍同罐頭蔬菜嘅營養，發現急凍蔬菜同新鮮蔬菜營養差唔多，但罐頭蔬菜就差好多。與其是罐頭蔬菜，不如買急凍蔬菜。而家急凍技術好先進，蔬菜收割之後即刻急凍，營養保留程度非常接近新鮮。這我們是擔心防腐劑，急凍蔬菜價錢平過罐頭，又方便，何樂而不為？第9種係帶醬汁嘅魚罐頭，例如茄汁沙甸魚、豆豉鯪魚。魚本身係超級好的食物，有豐富 Omega-3，重金屬又少，但一旦真係廉價醬糟裡面就變味，醬糟裡面滿滿係糖味精同廉價植物油，你為咗食條魚，結果吞埋一大堆添加劑落頭。茄汁沙甸魚嘅醬汁通常用番茄醬、糖鹽同增稠劑煮成，番茄醬係酸性，又會加速罐頭塗層，釋放化學物質。豆豉鯪魚更加係高鹽高油，因為鯪魚先經過油炸，再用大量豆豉同油浸煮一罐豆豉鯪魚，熱量同鈉含量都爆晒燈，
食完之後好頸渴，就係身體同你講，鹽分超標買魚罐頭最好揀原味水浸或者橄欖油浸。食嘅時候自己調味，加啲檸檬汁、黑胡椒或者切啲洋蔥，味道仲好，身體負擔細好多。第10種就是煉奶，尤其是加糖煉奶。煉奶是將牛奶水分蒸發，然後加入大量糖，可已經唔係奶昔糖漿液。湯匙加糖煉奶，糖分可能高達10幾克。你飲一杯奶茶加2-3匙煉奶，已經超過每日建議糖分攝取量一半。糖分超標會導致肥胖、糖尿病、脂肪肝。煉奶裡面嘅蛋白質同鈣質同糖分比例完全失衡，你以為補充鈣質，其實係失糖。如果你整甜品想要濃郁奶香，可以試下用全脂椰漿或者重奶油，自己加少數代糖，咁樣既有順滑口感，又唔會令血糖坐過山車。而家市面上有好多代糖選擇天然代糖，例如赤蘚糖醇、甜菊糖都係零熱量，唔影響血糖。你可以用呢啲代替煉奶。講完10種罐頭，我仲想補充一點，罐頭食品最大問題，除咗營養流失，就係化學物質。雙酚 A 已經講咗，但仲有其他物質，例如鋁罐同鐵罐內壁塗層，除咗雙酚 A，仲可能有其他雙酚類化合物，例如 BPS、BPF 呢啲係雙酚 A 嘅替代品，但研究指佢哋同樣有類分泌干擾作用，即係話就算罐頭上寫住 BPA free 都唔代表安全，佢只係用咗另一種雙酚。呢個是業界一個公開秘密，所以最安全做法就係盡量少用罐頭。如果真係要用，買玻璃樽裝會好好多。另外，罐頭食品通常經過高溫高壓殺滾，呢個過程會破壞食物裡面大部分維他命。維他命 A、維他命 C、葉酸、硫胺素都好易被熱破壞。礦物質雖然冇咁易被破壞，但會溶入液體。如果你食罐頭又唔飲汁，營養就少好多。如果你飲汁又食晒糖同鹽，呢個係罐頭嘅原罪。咁點樣可以減少罐頭嘅危害？第一，買罐頭之後盡快食，唔好擺太耐，因為擺得越耐，化合物質吸收越多。第二，開罐之後將食物倒出嚟，千祈唔好連罐儲存，因為打開之後空氣入到去，會加速金屬氧化同塗層分解。第三，如果是豆類或者蔬菜，用清水沖洗2-3次，可以洗走部分糖同鹽。第四，盡量揀玻璃樽裝或者紙盒裝，減少金屬接觸。第五，自己學識煮嘢，新鮮食材永遠係最好。你可能會話收工返到屋企邊有時間煮，但係其實煮一餐簡單嘅飯，用急凍蔬菜加新鮮肉片，快過你叮罐頭。健康係需要付出少少時間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千祈唔好因為懶將罐頭食品當正餐。健康唔係靠食補品補出嚟，而係靠每一餐飯、每一個選擇積累出嚟。過量糖鈉同化合物質係身體裡面嘅該死炸彈，短時間你可能感覺唔到，但日積月累就會成為壓垮健康嘅最後一根稻草。下次去超市行過擺滿金屬罐頭嘅貨架，不如去生鮮區停多一陣。就算真係要買，都盡量揀玻璃樽裝或者成分表只有食物同水嘅款式。呢個唔單止係對味道嘅尊重，更加係對身體嘅負責。希望大家喺呢個充滿加工食品嘅世界都可以保持清醒，食出真正健康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點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，分享俾身邊朋友。我哋下期再見。